谁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？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敢。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掐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遗憾，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到底，谁都不放。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远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那人性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方若婷的下落。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缩短他承受的痛苦。方若婷可能被洪达明藏在货柜箱里，我们要尽快找到他。其实我一直在找的 boss， 就是赵学伟。看来钥匙是找到了。什么钥匙？现在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。有点 check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没丢怎么样了啊？还是没有消息。他发高烧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会对他怎样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们已经加紧调查，相信很快能查到 Matthew 的下落。我们又不是什么大富人家，为什么要绑架 Matthew？ 他们会不会抓错人啦？他们发 SMS 给我，就表示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。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我在家里等你，Matthew就不会出事了。啊，你别这样。Matthew 一定是赵学伟绑架的。赵学伟，他在猖狂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是赵学伟做的？我们怀疑中正的保险箱里藏有赵学伟的罪证，他肯定是知道钥匙在我手上，所以绑架了 Matthew， 要跟我做出兑换条件。电话给我，我查一下。你真的要我交出钥匙吗？但是你也知道，这把钥匙，这是唯一能指责赵学伟的希望。交出的话，就前功尽弃了。Matthew 是我的。为了报仇，连 Matthew 的死活你都不管。我告诉你，我昨天把钥匙交给色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都跟你讲过了，我们不能私下调查的。但是你事先要问过我啊！理智一点好不好？是 Matthew。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我们在调查端探的时候，去了阿坤的家，窗外有个风铃。刚才我好像听到那个风铃声，跟阿坤家的很相似。东滩，就是那个被怀疑参与挖眼案的那个嫌犯。
没错，罗谈涉嫌提款卡诈骗案，跟钟正和赵水伟都有关系。绑架 Matthew 的肯定就是赵水伟。是，所以你们怀疑赵学伟把 Matthew 藏在了屋里？有这个可能性。别怀疑了，我们去看。哎，子健，我去吧，留在家里守着。我。 哭了，宝宝，拜托你不要再哭了。哎呦，乖了乖了，宝宝你不要再哭了，你哭得我心都乱了。哎呦，他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应该不是吧？半个小时前我刚刚喂他。可是他这样一直哭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他高烧没退，反而越来越烫了。 能不能让他吃一些退烧药之类的？不行，宝宝是不能够乱吃药的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我们也不能带他去看医生。可是他高烧不退，这样下去很危险的。这，你还留在这里等我们。 请问你见过这个孩子吗？没有。这个风铃声和窗外的一模一样，你还说没有？为什么有孩子的玩具？这个是我朋友的孩子的。现在我怀疑你跟一起绑架有关，请我们搜查这间屋子。我没有绑架任何人啊，不关我的事。这个真的是我朋友的孩子的，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他。 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，你不惜绑架孩子的东西，我拿来了。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绑架小孩呢？你少骗人了！我知道你利用我来威胁我爸，甚至逼死了他。 据我所知，你爸是病死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怎么可以说的这么轻松啊？原来你就是当年害我们全家出车祸，全家差点死掉的人。我爸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要放过他？甚至他坐牢、判死刑，你还利用我来威胁他？不要把他说成是受害者。 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他，是我给他个机会让他重新做人。我一直把他当成是得力助手，甚至要栽培他成为我的接班人。结果，他不但背叛集团，还私藏证据要对付我。你说，到底是谁无情无义？亏我还把你当成是老师。 感谢你对我的教导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只不过是你利用的工具罢了。你今天不是来跟我诉说你的委屈吧？你把Matthew给放了，我会把保险箱的钥匙给你。我说，在我改变主意之前，把人给放了。 把人给放了。20分钟后，有人会平安到家。东西呢？
等我确定后再走也不迟。敢骗我？我已经用手机录下你刚才说的话了，你逃不了了。连你爸都不敢违抗我，你以为你奈何得了我吗？说，钥匙在哪里？说！绑匪要我们把钥匙装在红色信封，然后放在从入口算起第3个楼梯柱子上。行动！警察！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宗绑架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的孩子呢？你把我的孩子藏在哪里？什么绑架？什么孩子？你还装傻？这是什么？蓝天、子杰，你们冷静点，让我们来处理。是谁叫你来拿这信封的？昨天有一个男人打电话给我，他叫我帮他拿这封信，然后我签下的赌债就会一笔勾销。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啊！你拿这封信之后，打算怎么交给他？他叫我拿去那个保龄球中心，放进储物柜里，然后自然会有人来拿。他打给你的时候，有没有说把孩子藏在哪里？没有。如果我知道这是绑架案，打死我也不做啊！把他带回警局。我们要相信同事，他们一定有办法把我们的孩子找回来的。蓝天、子杰，我刚收到消息，医院里发现了一名男婴，有可能是 Matthew。Matthew， 他情况怎么样了？他被拐走的时候发高烧，医生说他的烧已经退了，不过还是要留院观察几天。谢谢。你们好，我是负责弃婴案的警署 IO 谢兆全。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被发现在医院的？1个多钟头以前，我们接到通报，有护士在医院走廊发现一名被遗弃的婴儿。经过调查，发现外形特征都和你们失踪的儿子很相似，于是就马上通知了 SIS。这个人很熟悉，是认识的人吗？感觉很像陈宇。画面连正脸都没拍到，你为什么会认为是陈宇？他身形很像陈宇，而且他离开警队后就去赵学伟的画廊工作。假设赵学伟是绑架案的主谋，他很有可能是指示陈宇去执行。好，我们会往这个方向调查。你们有任何消息，请即刻跟我们说。谢谢。蓝田，护士说 Matthew 的情况稳定，他没有发烧了。他没事就好。怎么，还在生我的气？
把钥匙交给萨尔。算了，事到如今，就让他们去跟进调查吧。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？绑匪绑走了 Matthew， 钥匙还没有交出手，却把他送回医院。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是陈宇绑走 Matthew 的？我之前不愿意这么想，不过他离开警队，回去帮赵学伟，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密切，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其实陈宇一直在向我提供赵学伟犯罪的情报。你怎么没有之前跟我说？对不起，这是我跟陈宇的约定，我答应过他一定要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上一回餐厅洗黑钱活动，还有网络照片案，都是他提供情报给我们才能顺利破案的。那就更奇怪了，既然回去帮赵学伟，为什么又陷害他？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你会不会觉得是圈套了？喂，我是。红熙，红熙，真的是红熙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今天好好的，怎么会发生车祸？怎么会发生车祸？你冷静，你冷静，赵警会查清楚的。红熙他这么想，他这就走了，不可能。不可能的！红熙，红熙，你起来啊！红熙，你听到吗？你快起来啊！冷静下来。红熙，这个人是不是很熟悉？我不认识他。你认不出，可是你的前同事却认得出是你。他们也太不了解我了，我从来都不穿这种类型的衣服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没去过这个地方。那你今天下午12点到2点之间去了哪里？我在画廊。有谁可以证明吗？当时我正在招待一名客人，如果你想联系他的话，我有他的名片。程宇。华山等你。警方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警方并没有实质的证据指证我，而且我已经安排好了人证，证明我当时在画廊。还有，负责拿钥匙的那个人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警方应该不会查到我们这里来。 对不起，舅舅。钥匙当然没有找到，为什么把孩子给放了？当时那个孩子发高烧，情况危急，我担心会闹出人命，所以才把他送去医院。那么简单的计划都会出漏洞，看来我对你的期望过高了。
是我不好，这次是我低估了警方的实力，下次不会了。我一向不相信用嘴巴开支票，要用行动证明。知道了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到那把钥匙。 Boss， 进去再说。我找人彻底查过了，他当时并没有录音。小年纪，胆子倒不小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听说在送验途中死了。赵学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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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是人吗？ 洪熙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死他？他是有来找我啊，还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然后就匆匆走了。没想到会发生意外。这明明是你所策划的，你还敢说是意外？魏警官，我看你是误会了。洪熙是我最欣赏的学生，我怎么会害死他呢？因为你根本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，你连一个还没到1岁的小孩你都要绑架。 现在洪熙都被你害死了，难道你就不怕会有报应吗？钟正把女儿托付给你，你却保护不了她，让她横死街头。你现在的心情我很了解，可是也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别人啊。你给我听着，保险箱的钥匙在我手上，我一定会让你受到惩罚的，听到吗？这不是洪熙的电话吗？ 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我职员在画廊外拾到的，本来想还给洪熙，现在他既然死了，你就留下当做纪念吧。你这个人渣！你这人渣！放开我！你这个人渣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我真没有啊！连洪熙我都保护不了，我真是没用。我知道洪熙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，可是你必须要冷静一点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换成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别忘记，你是个警察，凡事都得讲证据。 你现在有证据可以证明洪熙的死跟赵学伟有关吗？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现在跟他同流合污？我的理念和你一样，就是要将赵学伟绳之于法，为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负上责任。我现在已经分不清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。不过我警告你。 如果你选择帮他，我会对你不客气的。唐坚，车打来。你们找到了什么？那把钥匙是属于一家本地银行的保险箱，他们前去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其他证据，逮捕赵学伟。
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蓝天，你还记得中站开的那家酒吧吗？我同事找到了以前做工的 bartender， 他说中站曾经托他保管一把钥匙。对不起啊，红熙的Sorry。我明白，你们快要注册结婚了，相信红熙他会明白的。对了，红熙的牌位就和中正绑在一起。你们办完婚礼后，随时都可以去探望他。Sir， 你和 Ma'am 会来我们的婚礼吧？我今天来想告诉你们，过多几天我会过去台湾，所以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，对不起。为什么突然要飞去台湾？我发现中正在台湾开了一个匿名的保险箱，我要尽快打开它，找到赵水伟的罪证。对了，学妹。中正以前有没有跟你提过关于保险箱的号码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中正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特别号码的组合？有没有？你是不是想到了一些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学妹，我头啊，痛。好，那你不要想，你就不要想了。对不起啊。如果你想到什么，你随时都可以联络我，好吗？对了，这是我跟子杰一点点心意，祝你们幸福美满。谢谢你，Sir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慢走，Sir。好。头还痛不痛啊？我去拿水给你喝。学妹，学妹，你怎么了？学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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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学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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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学妹，你刚才突然发呆，左手抽搐，叫你几声你都不应我。根据脑电波图表来看，他很可能是因为脑部的创伤导致癫痫症发作。他不是已经慢慢复原了吗？为什么会突然有癫痫症呢？癫痫症的发生率和脑损伤的部位、类型等因素有关，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。有人在伤后1个星期发作，也有些人在1个月甚至1年后才发作。医生，这个病不能根治吗？很难说，有一些病人按时服药，好几年都没发作，慢慢停药后也就没事了。不过也有些不容易控制的癫痫病人，他们必须调整药物剂量，才能够减少发作的次数。
听了一堆医学用语，我的头都快爆炸了。不如我们去吃你喜欢的甜点。我想回家。可是你今天什么都还没有吃啊。我没胃口。医生不是说啦，癫痫症可以靠药物控制，也许没多久就好了呢。也有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医生都还没有下定论，你怎么先判自己死刑啊？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皮肤状况好不好，还是有没有变胖才对啊？万一明天礼服穿不进，那怎么当我最漂亮的新娘啊？这样才对嘛！我回去收拾东西，今晚去 Amy 家。不如你今晚别过去过夜了，看不到你我会不放心的。结婚前一晚不可以见面，不吉利的。那好吧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休息。乖。喂 ，Hello， 新郎来了，接新娘去注册喽。怎么了？新娘还没有打扮好啊 ？Jelly 还在房里，我怎么叫都不肯出来。学妹，学妹，你怎么了？你走吧，我不想结婚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不嫌弃我，可是我不想连累你，我不想毁了你的人生。你先开门让我进去，我们谈一谈好不好？没用的，没用的，我已经不是正常人了。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里等到你出来为止。哎，今天是你大日子，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？医生说我有癫痫症。癫痫症，不是人家说的那个发羊癫吗？医生怎么说啊？有得医吗？要一直吃药。有药医就没问题。你今天什么都不要想，开开心心的出嫁，知道吗？我去看他们来了吗？学妹，你开门啊！学妹，学妹，你开门啊！学妹，学妹，是我求求你啊！学妹，学妹，你开门啊！学妹，学妹，学妹，我求求你了！学妹，冷静，学妹。桂祥，你不要这么激动，会吓坏 Jelly 的。不如给学妹一点时间，冷静一下吧。你等她想清楚了，你们再好好谈。学妹，如果你今天不想结婚，我不会逼你，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们的感情的。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找你。
嗨，你好，请问你是 Madam Pitty 吗？我就是。听说你打过好几次电话到我们组里，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吗？我是胡世坚的朋友，我想领回他的遗体好好安葬。我和阿坚是在泰国认识的，那时他刚刚从新加坡过来，准备做点生意。后来他跟我合股开了一间餐馆。你还记得那是什么年份吗？应该是1995年吧。在这21年内，他有没有回来新加坡？我记得他说过他在新加坡有仇家，所以一直都留在泰国。我们查到，在5年前，他曾经收过勒索电邮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件事？勒索？应该没有。那当时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，还是不寻常的行为？我生日那天，阿健本来要带我出海庆祝，怎么知道突然有一个年轻人来找他？这个男人是谁啊？我只记得是个年轻人，身形蛮高大的。他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？5月2日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还记得。那你记得5月10日前后，胡世坚先生有没有去哪里，做了什么？我只记得之后，他因为掉进海里受伤，在泰国休养了好几个月。他有没有可能在那段时间回来新加坡？那时他脚受伤，怎么可能出国？差不多半年后。他为了避开那个人，才到马来西亚去生活。2001年5月10日，你确定你看到这2位男士在树林里争执？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确实看到他们2个在吵架。不过我们查了他的出入境记录，也问过他的伙伴，他们都说当时他是在泰国养伤。你怎么解释啊？我真的是有看到他。你知不知道做假广告是犯法的？也许我看错人了。我希望你老实的说出来。是不是有人指示你做假狗狗？我真的欠了很多钱，一时走投无路。那个人是谁？一个叫Vanessa的女人。你仔细的看清楚，那个人的照片有没有在里面？就是他。选美，是我啊。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猫山王榴莲，你快出来吃啊！你再不出来，我和 Amy 就吃掉它啦。你回去吧，我不想见你。我只是想见见你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看不好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想见你，你走。选美，她还好吗？还好，只是情绪有一点低落。我真的想不通，为什么才1个晚上，她的态度有180度的转变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是跟癫痫症有关？我那天帮她化妆的时候，她很在意自己的病情，说在网上看到有人因为癫痫症，天天吃药，每次怀孕都流产。
我想他可能很在意这件事。Jenny， 可以开门了。他走了。走了。他还好吗？没有什么精神喽。你也真是的，明明关心他，却又不肯跟他见个面。Amy啊，我想搬回马来西亚。你确定了吗？也好，你回去的话，有你父母照顾你。哦，你可以帮我把所有的钱都提出来吗？密码在这里。这个密码是哪个户口的？都一样。你也太随便了吧！一个密码走天下，太危险了。是钟正教我的。我已经帮你统一了所有户口的密码，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就行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所有的户口都用同样的密码？嗯。哇，这样子也太方便了吧！生意人的头脑果然是不一样的啊。你以后就会明白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要拿我的手机，我记得密码，我要把它发给蓝天。你手不方便，我帮你吧。哦。麻烦你了，松。要出发了吗？我们不是要去关桥吗？这条是去关桥的新路。Hello， 波大，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把人给抓到了。有人看见吗？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你不用担心。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这里不会有事吧？等他的药效过了，他就会醒了。你去买点东西给他吃吧。你好好看着他。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，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